嗨，大家好，我是小玄子。你是不是每个星期都会忍不住去偷偷瞄一眼拍币的 IOU 价格呢？看看这个数字又会出现什么变化？最近嘛，哇，不得了，拍币的价格竟然已经冲到了$60，是否觉得手中的拍瞬间变得更有价值了呢？而这一集，我将会带大家一起揭开拍 Network 项目方暗藏的信号和潜在价值的真相。或许你会发现，这些线索比我们想象中更有趣、更有深度。你可能会问说，小玄子，项目方至今都没有说明拍的价格，有的也只是尼古拉斯博士说的一拍等于一拍而已，而其他的价格都是网上的人自己在乱喊罢了。甚至 IOU 的价格目前来说，也顶多只是参考个数字而已，能证明什么吗？其实呢，这个数字确实不能代表什么。那既然只是个数字，为何它不是 0.1 或 0.2 呢？之前我有说过，目前 IOU 的价格不是凭空而来的。细心点的可以发现到，这个数字的诞生主要是派项目方一直尽可能的在做让拍币主网后价格提高的事情。大家都听过那句话吧，花若盛开，蝴蝶自来，这不就是拍 Network 的生态策略吗？项目方早就想明白了，要让拍币未来有价值，重点不在于现在价格喊多高，而是要把这片数位生态花园经营的繁荣昌盛。先把生态和先锋人数搞起来，让应用场景遍地开花，这样需求蝴蝶自然会蜂拥而至。一旦大家都接受拍币，价格水涨船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每当项目方宣布拍先锋已经达到多少人时，就已经在暗暗透露拍币未来会多有价值了。你可能会好奇了，这么费劲折腾究竟为了啥？让我给你举个生动的例子，想象一座巨大的数位商场，里面人流络绎不绝，热闹的像周末的百货公司。这可不是啥空洞的虚拟空间，而是真正的黄金地段，里面满满都是活跃的用户和真实的消费需求。而且在这个数位商城里，唯一的通行货币就是你的拍币。你可以用拍币买咖啡、买日用品，甚至在网上购买电子产品。突然之间，拍币从虚拟数字一跃成人可以在黄金地带购物的硬通货，瞬间高大上了，有没有？支撑这座数位商场稳定运营的是拍 Network 的节点运营者，他们就像商场里的交通设计师，确保每家店铺都能正常运作，每位顾客都能逛得舒舒服服。随着节点运营越来越稳定，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和流畅性也得到了保障。这样的专业商场管理团队，不仅让用户放心逛街，用拍币支付的安心，也让拍币的价值更稳固。这么一个热闹的数位商场，外面的企业能不心动吗？毕竟人潮就是钱潮嘛。随着人流量不断增多，外部商家看到这块蛋糕，肯定是摩拳擦掌，准备抢占一席之地。他们一看这里挤满了活跃用户，哪里按捺得住，纷纷想来卡位占个黄金铺位。对企业来说，能在拍 Network 这个商城里进驻，简直就是捡到宝啊！不用交租金，还能接触到一大波消费者，这种机会谁不想要呢？所以，拍 Network 的生态越繁荣，外部商家越抢得进来，拍币的应用场景就越丰富。这种由真实需求带动的价值增长，远比炒作来的稳定持久。你说未来拍币的价值会如何？正是花开自有蝴蝶来，稳稳地飞上新高峰啊！接着说，如果你是拍 Network 的先锋，应该知道他们的锁仓计划吧？拍 Network 提供锁仓机制，鼓励超过60%的先锋选择在主网上线后锁住手中的拍币，这意味着在主网启动初期，市场上的拍币供应量被限制，避免了因大量抛售而导致的价格过山车，同时也制造了外面商家想要进场的困难度。毕竟拍币的供应有限，想进场买一大波拍币没那么容易，真的要买，只有在主网刚上线时才有机会买到较便宜的价格。为什么锁仓这么重要？简单说，就是为了防止拍币还没起飞就先摔一跤。如果大家在币价稍微上涨时就纷纷抛售，价格可能因为供应过剩而暴跌。锁仓就是在币价面前筑起一道护航墙，让拍币的价值稳定增长，而不被短期市场波动拖下水。说到这里，近期网上被骗取拍币的事件频繁传出，因为已经有不肖人士逐渐看到了拍币的价值，所以大家要好好守护你的拍币，别被人空手套白狼了。这里小玄子提供一个方法，即便你的锁仓时间到了，还是建议继续加入锁仓，至少锁个 25%， 毕竟现在骇客猖獗，若不小心被盗走了，他们也拿不走你锁仓的币，所以多少还是留点底吧。大家都知道节点是拍 Network 的守护者，除了锁仓，拍 Network 还有一群守护者，就是节点运营者。节点的稳定运营确保了拍 Network 的网络安全性，而这直接影响拍币的价值。简单来说，节点越稳定，网络越安全，拍币的价值也就越有保障。系统还会自动筛选程式节点，
确保只有遵守规则的节点才能长期存在，让整个网络运行的稳如泰山。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派币的价值基础。Pi Network 团队不仅鼓励商家入驻，还积极吸引开发者和创业者，在 Pi 生态内创建应用程式。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未来先锋们可以在 Pi Network 的生态内进行交易和消费，不必依赖外部交易所。想象一下，当派币能够在内部自我循环，满足先锋们的日常需求时，派币的价值就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真实需求上的硬通货。这种自给自足的设计，大大减少了因外部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让币价稳定的更踏实。相比那些炒作之下的虚高价值，派币的价值来自于真实应用，这样的价值基础更稳固，也更让人安心。总而言之，锁仓计划节点运营、商家入驻应用开发这些策略不是各自为政，而是 Pi Network 团队努力构建的一个完整生态系统。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让派币成为一个炒作的虚拟币，而是成为一种在数位经济中真正有价值、有应用场景的资产。这样的生态系统不仅让派币的价值有了真实支撑，也大幅减少了因投机行为导致的风险波动。所以尼古拉斯博士说的“一派等于一派”真的是有道理的。派的价值来自每一位派友的努力和生态的逐步构建。现在正是见证 Pi Network 的最佳时机。当这个生态系统一步步实现商家入驻、节点稳定运营和内部自给自足时，派币的价值将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未来的潜力肯定会让你惊喜。本片最后再感谢跟提醒，使用我邀请码参与挖矿的朋友们，记得在11月底前通过 KYC 认证，名字要用真名或护照名才行。派币在手，未来我有。最后问一下大家，你认为主网上线后的价格会是多少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希望今天的分享让你对 Pi Network 的愿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派友们。我是小玄子，朋友们，咱们下集见。